大家好，我是陆星。今天这期节目，陆星要用非常严肃且紧急的心情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如果方便，请立刻放下遥控器，把老伴或已退休的朋友叫过来一起听。如果不方便，请先按下分享键，转到家族群。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辛苦大半辈子换来的退休金。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我们满心期待退休的这个关口，有一个藏在法律条文里的黄金5年计算公式。如果你不懂或算错了，你的劳保退休金可能会被直接打7折，甚至少领超过100万。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这几年大家日子不容易，物价一天比一天高，唯独我们心里指望着的那笔劳保年金，好像越来越近，却又越来越遥远。陆星常在后台收到私信，有人问该什么时候领，有人想提前领又怕吃亏，还有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算。但今天要讲一句最实在的，法律给了我们每个人选择的权利，但这个选择一旦做错，没有后悔药可吃。你只要一个动作没做对，可能让退休金从2万5直接掉到2万块，这不是几百块的差距，是一年几万块，10几年下来100多万的差距。在掰开揉碎讲给您听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颐养晚年，请您看在钱的面子上，点一下屏幕右下角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顺便把小铃铛打开。陆星不做哗众取宠的内容，只讲跟您权益、钱袋子息息相关的大实话。下面进入正题，今天的话题其实主要围绕一个非常核心的数字，那就是5。这5年在劳保退休金的规则里被称作黄金5年。为什么是黄金？因为这5年直接决定了你未来每个月能领多少钱，甚至决定你如果提前领或者延后领，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而且这个5年不是你退休前的5年，也不是你随便挑的5年，而是你整个职业生涯里投保薪资最高的那60个月。很多人可能到现在还以为退休金就是看你最后几年工作的时候赚多少钱，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劳保年金月领的计算方式是看你过去加保期间最高的那60个月，也就是5年的平均薪资来算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不懂这个规则，在最后几年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想轻松一点，换了个轻松的工作，薪水降了，你以为是提前享受生活，实际上你的退休金基数就在往下掉。反过来讲，如果你懂这个规则，你就会知道，在你50岁到55岁这10年间，是你职业生涯最后的冲刺期，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投保薪资维持在最高档，这样才能把那60个月的平均值拉上去，为你60岁以后的人生打下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得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计算公式这么重要，以及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很关键，因为只有你真正听懂了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跟你一样的年资、一样的年纪，每个月领的钱就是比你多好几百甚至好几千。依照我们的劳保条例，月领年金的公式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你最高60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乘上你的年资，再乘上 1.55%， 那个 1.55% 是固定的，年资是你一天一天累积出来的。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变不了，唯一能让你说了算，让你主动去争取的，就是那个最高60个月的平均值。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打拼，薪水高，投保薪资也高，但到了50几岁，小孩大了，房贷还完了，想喘口气，就去找个轻松的工作，或者干脆只保个基本工资。你以为你省了一点劳保保费，但你不知道的是，你正在亲手把你退休金的屋顶给拆了。等到你60岁去申请的时候，一算下来，每个月硬是比别人少了好几千，一年就好几万。你要是领20年、30年，那是多大的窟窿。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会用几个真实的例子带大家看看这3类最容易踩坑的人群。您仔细听听，看看您或者您身边的亲人朋友是不是正在这条路上走。第一种人，也是最让人惋惜的一类，我们姑且叫他太早放轻松的人。我认识一个老大哥，咱们叫他陈大哥。陈大哥年轻的时候在工厂做技术工，一路升到主管，投保薪资一直维持在最高的45800块。他想着自己劳保年资已经30年了，最高5年也早就达标了，后面就无所谓了。
到了56、7岁，体力跟不上了，他就辞了主管的工作，去熟人的公司当顾问，领一点轻松的钱，公司只给他保基本工资2万6左右。他想说，反正我最高5年早就满了，后几年保低一点没关系，还能省点保费。结果呢，天有不测风云，陈大哥在62岁的时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走了。他的家人去申请劳保相关给付的时候，才发现，因为他最后几年的投保薪资太低，导致很多给付的计算基础都变成了最后6个月的均值，或者一次领的均值，最后算下来，跟如果他一直维持高薪资的情况相比，差了将近100万。这就是要敲黑板画重点的地方。很多人只盯着退休金看，但你忘了，劳保不只是退休金，它还有生育给付、伤病给付、失能给付，甚至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死亡给付。这些给付绝大部分都是看你最近6个月的投保薪资来算的。你为了省那一点点保费，把投保薪资降下来，万一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家人能领到的钱，那是断崖式的下跌。所以千万别觉得自己身体硬朗就不在乎，我们做事得把最坏的情况都考虑进去，这才是对家人负责。而且我要跟各位说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每年因为投保薪资申报不实被查核的案例高达上千件，违规比例甚至超过30%，罚款金额高达几千万。这里面有雇主为了省钱给员工高薪低报的，也有员工自己为了省保费自愿低报的。但不管是谁的主意，最后吃亏的一定是劳工本人。你想想看，假设你的月薪明明是4万块，公司只给你保2万8，表面上看你每个月少缴了几百块的劳保费，好像赚到了。但等你退休的时候，劳保局是看你过去的投保记录来算钱的，你30年下来，每个月平均投保薪资可能硬生生被拉低了1万多块，按 1.55% 的年金公式算，你每个月就少领4、5千块，20年下来就是100多万。这100多万够你买多少排骨，给小孙子包多少红包。为了省那几百块，丢了100多万，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在工作，赶紧去查一下你的投保薪资是不是如实申报，别等到退休那天才发现，一切都来不及了。第二种人是很多身体还很硬朗，想要继续发挥余热的人，我们叫他算不清楚时间账的人。我认识一位大姐，姓林，她今年刚好满60岁，劳保年资30多年，最高5年也是45800。她听朋友说，你现在领药被打8折哦，不划算，等到65岁再领，可以领全额的，甚至如果延后到70岁，还能多领 20%。林姐一想，对啊，我现在又不缺这个钱用，我再撑5年，等65岁领全额的，甚至撑到70岁领更多。但要跟各位算一笔细账，如果林姐现在60岁退休，她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按照公式，45800乘上年资，再乘上 1.55%， 算出来大约是2万4左右。但因为提前5年要打个8折，所以每个月实领大概是1万9千多块。如果她等到65岁才领，那时候年资多了5年，变成35年，而且不用打折，每个月可以领到2万8左右。听起来是不是差很多？每个月差了快9000块呢。但是各位要想一想，他从60岁到65岁这5年，他如果现在领，他手里已经赚着将近120万了，1万9乘12乘5，这120万你拿去买个稳定的理财，或者就放在银行生利息，它还会再涨。而那个每个月多出来的9000块，要追平这120万的差距，需要多少年？大概要11年，也就是说，你要活到76岁，你正常领的总金额才会开始赢过提前领。而根据统计，咱们男性的平均寿命也就70多岁。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或者你觉得钱先拿到手，先享受了再说，那提前领未必是吃亏的。当然，如果你家里有长寿基因，爷爷奶奶都活到90多，那你当然可以选择延后领。关键就在于你得会算这笔账，不能稀里糊涂的做决定。第三种人是觉得最可惜的，我们叫他为了双年金却踩进坑里的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咱们叫他阿红叔。阿红叔在私人企业做了30年，劳保年资够，投保薪资也高。他60岁退休的时候，听人家说，你退休后不要急着领劳保，你去缴国民年金，缴到65岁，
这样你以后就可以领双年金，既有劳保又有国保，多好。阿红叔一听，对啊，领2份比领1份强啊，于是他就乖乖的缴了5年国保，每个月缴1000多块。到了65岁，他去申请劳保年金，一个月2万5，国保年金一个月1300，加起来2万6多，听起来还行，对不对？但如果他当时60岁就申请劳保年金，虽然要打折，他可以领到将近2万块，而且这5年他不但不用缴国保费，他手里还先拿到了将近120万的现金。更关键的是，他缴了5年国保，总共缴了7万多块，换来的每个月1300的国保年金。他要领多久才能把本钱领回来？要4、5年，而且这还不算他如果把这7万多块拿去投资的收益。所以算下来，他所谓的双年金策略反而让他少领了10几万，甚至还多缴了保费。这就是典型的只看到表面，没看到背后的数学逻辑。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头皮发麻，甚至心里有点慌了，开始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决定。但是我要在这里必须再给各位泼一盆冷水，甚至是敲响一记警钟，因为接下来这几分钟比知道怎么算账更重要。那就是钱虽然摆在那里，但如果你因为忽略了某些致命的细节，导致你的资格出了问题，或者你选错了领取方式，那别说多领了，连原本的本金你都可能1毛钱都拿不到，或者是拿不全。帮大家整理了3个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让退休金缩水的致命错误，请您现在就用手指头指着脑袋，一条一条过一遍，看看自己有没有踩雷。第一个致命错误叫做误把一次领和月领的算法搞混。很多人觉得我退休的时候可以自己选一次领一大笔，或者是按月领，但您知道吗？这2种算法的基础完全不同。按月领，我刚才讲了，是看你最高60个月，但是一次领是看你最后36个月的平均薪资，这中间的猫腻有多大？假设你年轻的时候做到经理，后来年纪大了，去当夜班保全，或者去当清洁工，薪水从4、5万掉到2万多。如果你选月领，没关系，因为你年轻时候的高薪资已经被记录在最高60个月里了。但如果你选一次领，完蛋了，最后3年的平均薪资可能只有2万多，乘上你的基数，你可能比预期少领了上百万。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一次领的打算，务必确保你最后3年工作的时候，薪资不但不能降，还要维持在最高档，否则你就是亲手把自己的退休金打折。第二个致命错误叫做为了省保费，把自己置于风险中。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长辈到了50几岁，会想说我去职业工会保，或者我保基本工资就好，省一点钱。但你不知道的是，一旦你把投保薪资降下来，不只是老年给付受影响，你的伤病给付、你的失能给付、你如果怎么了的死亡给付，全部都会按照你最后6个月的薪资来算。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人为了省保费，把投保薪资降到最低，结果不幸在工作中发生意外失能了。结果去申请失能给付的时候，才发现别人这种情况能领80万，他只能领40万，就因为最后6个月的平均薪资太低，就为了省那每个月几百块的保费，最后损失了几十万，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所以在这里恳请各位，除非你确定你未来绝对不会用到任何劳保的其他给付，否则请务必维持一个中等以上的投保薪资，这是在给自己买保障。第3个致命错误，也是最无奈的一种，叫做搞不清楚法定年龄与加减比例。很多人以为我满了60岁就能领全额，错，法定请领年龄这几年一直在往后延。如果你是50年次以后出生的，你要特别注意，比如51年次出生的朋友，你的法定全额请领年龄是65岁，你要提前领，最早60岁可以领，但要被打8折，而且这个打折是终身制的，你从现在到100岁，永远都是打8折。很多人一时着急用钱，或者觉得自己活不长，选择了提前领，结果活到了90岁，后面30年都在领那被打折的钱，算下来亏大了。反过来，延后领的人每延1年可以加 4%， 最多加到 20%。这个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你的财务状况和你对未来的预期。但关键是你得知道，你一旦选了，就改不了。
听完这3个致命错误，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了一杆秤。劳保退休金能不能领好，靠的不是运气，是知识。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个人，到底该怎么算出自己的那个黄金5年，到底该不该提前领？给大家一个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你现在就可以去劳保局的网站，或者拿着你的自然人凭证去查询一下，把你过去所有的加保记录调出来，找出你薪资最高的那连续60个月是哪一段。如果你现在还在职，而且年纪还在50出头，那你还有机会去冲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几年里把自己的投保薪资再往上拉一拉，把这5年的平均值刷得更高。如果你已接近60岁了，那你要做的就是坐下来，把刚刚讲的公式套进去算一遍，算一算你60岁提前领能拿多少，65岁正常领能拿多少，70岁延后领能拿多少，然后用你的预期寿命去乘一下，看看哪个总数最多。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好，家族有长寿史，那你应该考虑延后领。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一般，或者你想早点拿到钱，早点享受，不想等到头发白了再去领钱，那你就提前领。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适合你的答案。最后，我想跟各位长辈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了一辈子，每一分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从汗水里挣出来的。退休金是我们晚年生活的底气，也是我们不给子女添麻烦的本钱。这100多万的差距，在账面上是一个数字，但在现实生活中，那可能就是你在菜市场敢不敢多买1斤肉，是换季的时候舍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是小孙子来家里的时候，你能不能大大方方的带他去吃一顿好的。我们努力了一辈子，到了晚年，应该活得有尊严，活得体面。所以请务必重视今天讲的这个黄金5年的计算公式。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或者你身边还有老朋友不知道这笔账该怎么算，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也许你的一个转发就能帮你最好的兄弟，你最亲的姐妹守住那100万。我是陆星，在颐养晚年陪您一起算清每一笔账，守好每一分钱。如果你觉得陆星讲的在理，麻烦点个赞支持一下，让更多人看到。还没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下一次有这种关乎你钱袋子的重要消息，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下期见。